今天我们谈七宗罪 （Seven Deadly Sins）。七宗罪其实并不是直接出自圣经的记载。如果你真的把圣经从头翻到尾，你会发现经文里确实充满了对贪婪、色欲、骄傲的警告。箴言列举了耶和华所恨恶的7件事。加拉太书谈到肉体的情欲，但从来没有哪一章哪一节说过人类的根本罪恶就是这特定的7种。七宗罪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神谕，它是一套被慢慢观察、整理、浓缩，甚至可以说是人为建构出来的心灵诊断系统。起源要从4世纪的埃及沙漠开始说起。那是一个罗马帝国刚透过米兰诏书 Edict of Milan 承认基督教合法地位，但世界依然极度混乱的年代。城市里充满权力斗争、财富诱惑与肉体欲望，而有一群人选择反其道而行。他们离开城市，走进荒漠，过着极端清贫、禁欲、独居的生活。后世称他们为沙漠教父 （Desert Fathers），像是埃及的圣安东尼 （Saint Anthony the Great） 以及团体修道之父帕科谋 （Saint Pachomius the Great）。他们相信真正的战场不在外在世界，而在人的内心。而这些修道士每天面对的不是外在的诱惑，而是独处时脑海里不断冒出的念头。希腊文称之为 logismon， 意思是思想或盘算。沙漠教父中有一位非常关键的人物，艾瓦格里乌斯本都 Evagrius Ponticus。这位4世纪的修士与神学家，出身君士坦丁堡的高级神职人员阶层，却在经历一场情感危机后，选择前往埃及沙漠修行。在长达16年的静修经验中，他观察自己与其他修士的内心状态，最后提出了一个极具影响力的概念——八恶念 （Octologismon）。这8恶念依序为：暴食 （Gluttony）、色欲 （Lust）、贪婪 （Avarice）、忧郁 （Sadness）、愤怒 （Anger）、倦怠 （Acedia）、虚荣 （Vainglory） 与骄傲 （Pride）。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并不是你做了什么坏事，而是某种念头如何占据你的心，进而扭曲你的判断与行动。在他看来，罪不是行为本身，而是心灵失去秩序的状态。当某种欲望或情绪持续主导你的内在时，你就失去了真正的自由。这一点直接影响了后来整个西方对罪的理解方式。接着这套思想被带回欧洲世界。5世纪的修士约翰·卡西安 （John Cassian） 曾在埃及沙漠修行多年，后来回到高卢建立修道院。他把在沙漠的修道经验写成修道制度和会谈录，二者成为中世纪修道院最重要的精神教材。他稍微调整了8恶念的顺序，并将之视为修士必须对抗的主要恶习 （Principal Vices）。透过卡西安的教导，修士不用再自行摸索如何面对恶念，而可以透过修道院的系统化训练更有效率的学习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卡西安特别强调倦怠 （Acedia） 的危险性。这不是单纯的懒惰，而是一种对灵性生活本身失去热情，觉得一切修行都毫无意义的心理状态。真正把8恶念系统化整理成7宗罪的人，是6世纪的教宗俄我略一世 Gregory the Great。他不是发明新概念，而是重新分类整合。在他的道德论 Moralia in Job 中，他做了以下调整：首先，把忧郁 Sadness 与倦怠 Acedia 合并为怠惰 Sloth， 再把虚荣 Vainglory 纳入骄傲 Pride， 最后加入嫉妒 Envy 作为独立项目，最后留下7个核心项目：骄傲、嫉妒、愤怒、怠惰、贪婪、暴食、色欲。这7个不是因为罪就只有刚好7个，而是因为在俄我略的神学架构中，它们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因果链与心理动力系统。骄傲在最上层，因为它让人不再承认自身的线性，不再依赖神。接着是嫉妒，因为骄傲的人无法忍受他人的优越，愤怒随之而来，作为极度的暴力表达。而怠惰是对善的放弃。贪婪与色欲试图用占有来填补内在空洞。暴食则是最基本的失控。俄我略的贡献不只是数字上的简化，更是将修道院的心理观察转化为整个教会可以使用的末领工具。到了13世纪，托马斯·阿奎那 （Thomas Aquinas） 在他的巨著《神学大全》（Summa Theologica） 中，正是把7宗罪定义为罪之根本倾向 （capital vices）。这个 capital 源自拉丁文 caput， 不是严重的意思，而是指源头。它们不是罪的终点，而是会不断衍生出无数具体罪行的心理动力。阿奎那运用亚里斯多德的哲学框架，将7宗罪理解为德性的对立面，每一项罪都对应着某种错置的欲望。如骄傲代表过度追求卓越，拒绝承认依赖性；嫉妒代表对他人善的憎恶；
怠惰代表对灵性与善的厌倦与逃避。所以在中世纪神学里，一个人偷窃不只是犯了偷窃罪，而是暴露了贪婪的性格结构。一个人滥用权力不只是违法，而是骄傲在作祟。七宗罪是一套诊断工具，而非法律条文。这是一种类似德性伦理学 （virtue ethics） 的思考框架。它关心的不只是你做了什么，而是你正在变成什么样的人。关注的是性格的养成，而非单一行为的对错。这也是为什么在中世纪的修道传统里，修行的核心不是避免犯错，而是训练察觉念头的能力。一个念头刚刚出现时，你是否能察觉它、辨认它、控制它，而不是一路放任它、增强它、合理它，最终长成行为的种子。这一点和佛教对心念的观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，都是试图在念头与行动之间创造一个觉察与选择的空间。但随时间推移，七宗罪逐渐被大众文化简化了，它进入通俗故事，进入忏悔制度，进入教堂壁画与文学作品，如但丁《神曲》的炼狱篇就完全奠基于七宗罪，从内省的实践指南异化为外在的道德枷锁。到了近代启蒙时期，人们开始批判它是教会控制信徒的工具。进入当代流行文化后，人们记住的只剩下名字与恐怖形象，却忘了它原本是为了帮助人理解自己，而不是用来指责他人。所以，当我们今天在谈七宗罪，如果只把它当成宗教恐吓或中世纪迷信，那其实是错过了一种能协助看清自己内在世界的方法。它不是上帝用来审判人的工具，而是人类在长期自我观察中留下的一份心灵指南，提醒我们哪些念头一旦被忽略，会让我们陷入沉沦的泥淖；哪些欲望看似正常，却可能扭曲我们的思考与行为方式。下一次，当你再听到七宗罪这3个字，可以询问你的心现在被什么占据着？你是否仍保有选择的自由？当我们的视野被演算法精准投喂，当感知被 AI 无限稀释，探索内在将是从这场集体盲从夺回主体性与自由的关键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探讨宗教与哲学的内容，恳请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让我们一同遨游知识的海洋。